辉宝今天又成功的吃下了窝头，得到了姨母的夸奖。在女儿们玩过的小车上，艾女士也在仔仔细细的闻，是不是有女儿们的味道。现在特别开心，能看到艾女士在吃竹子，说明她正在慢慢的恢复了。这个小熊也太可爱了，它还会歪着头半躺着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野马。今天一大早就来爱宝乐园了，因为艾女士现在上上午班，瑞宝和辉宝上下午班，看看他们都适应的怎么了。今天我是从熊猫馆开场就来了，我想看一下宝家族一天都会干些什么。今天的上午班是爱宝和乐宝。我一进到熊猫馆就看到了爱宝，他在四处寻找女儿们的味道，像是在读瑞宝、辉宝留下的小小信件，又好像在通过味道确认女儿们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好好的吃饭。爱宝几乎走遍了室内场的各个角角落落，在小桌子上闻到了瑞宝和辉宝的味道，在小木桩上也闻到了他们的味道。宝也会给他们写回信，希望下午瑞宝、辉宝出场可以读到妈妈的信。在这里也有女儿们的味道。在树上，艾女士也发现了女儿们的味道。在女儿们玩过的小车上，艾女士也在仔仔细细的闻，是不是有女儿们的味道。从熊猫馆开门，一上午我看了3轮，爱宝几乎在室内场走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在找孩子们留下的味道。一个上午，艾女士竹子还是没怎么吃，最后爱宝回到了冰床上，准备睡一觉了。感觉艾女士还是在适应阶段，希望艾女士尽快能够适应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。今天也是艾女士隔壁邻居雷西叔叔的生日，养员们一大早给雷西叔叔准备了11岁的生日蛋糕。我记得之前在熊猫馆的工作人员介绍雷西叔叔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给大家介绍他是一个很难拍到正脸的朋友。今天在雷西喝水的时候，偷偷有拍到他的正脸。雷西还是一个很帅的朋友，对他的生日蛋糕十分好奇。祝我们福宝、瑞宝、辉宝的雷西叔叔11岁生日快乐！已经吃完午饭回来了，再继续看一眼。但中午的时候，艾女士睡觉，然后游客也不是很多，这会儿也是天最热的时候，最晒的时候，不确定，进去看一下。艾女士果然还在熟睡，但是她像以前一样回到了妈妈树，摆出了她最喜欢的睡姿。特别开心的是，艾女士上午还吃了竹子，看来她也在慢慢的恢复，慢慢的恢复食欲。乐先生在睡觉。第2轮，艾女士还在熟睡当中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舌头放在外面会不会干掉？不知道艾女士在梦里梦到了什么。对面的乐先生也在睡觉。中午的第3轮，艾女士换了一个姿势，继续睡觉。这小脚也太可爱了。现在大概12点半左右，乐宝睡了一上午，爱宝好像中间起来吃过竹子，感觉艾女士是快醒了的样子，在打着节拍，一会儿起来弹吉他。现在大概1点15左右的样子，艾女士准时醒来了。现在特别开心，能看到艾女士在吃竹子。
说明它正在慢慢的恢复了。可是吃着吃着，艾女士又开始找孩子们了。艾宝吃了一点点竹子，又开始到处寻找。看来艾女士好像还是在适应瑞宝、辉宝不在身边的日子。这时候回家的门也打开了，艾女士回去好好休息，希望她可以多吃一点竹子。接着圣西伊姆就开始清扫场地了，准备了好多新鲜的竹子和竹叶，来迎接瑞宝和辉宝的下午上班。这个时间就是艾宝和双胞胎的交接班时间，双胞胎出来上班了，然后艾女士就回家了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瑞宝、辉宝已经出场了。今天他们两个都很乖，都有好好的吃竹子。虽然偶尔能看到辉宝有小心事，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要好好的吃饭，不让大家担心。经过独立训练之后，瑞宝和辉宝适应得非常好。感觉我们眼看着长大的两位小朋友突然就懂事了很多。辉宝好像听见了什么，连辉宝都听见了，圣西伊姆一直在隔壁喊乐宝起床。乐宝一直不为所动，继续睡觉。熊猫馆是平日的话，大家平日来的话是不需要手机 APP 预约的，直接一轮轮排队就可以。但如果是周末或者是韩国的公休日的话，就还是要手机 APP 排队。上午是 APP 排队，下午1点半以后不需要手机 APP 排队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辉宝被一堆竹子包围了，吃得正香。吃着吃着，突然想起来，妈妈不在了，还是要跟着姐姐。姐姐在哪里，辉宝就在哪里。虽然和妈妈独立了，幸好还有姐姐陪着辉宝。两个小姐妹有好吃的竹子可以一起分享。辉宝打包了竹子，又要去妈妈树上吃。这时候瑞宝又要去找妹妹了，妹妹在哪里，瑞宝就要去哪里。瑞宝知道自己是大姐姐，要时刻看着辉宝。对面的乐先生终于醒了，没想到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乐先生慢慢悠悠地走了下来。从上一轮出去到排队进来，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。圣西伊姆赶紧给乐宝准备下午茶。为了让乐宝多运动一下，萝卜被放到了最远的小饭桌上。
乐先生回到了室内场，马上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窝头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一脸享受地吃着窝头，还在不断回味窝头的香味。乐先生笑得好大声。里面的瑞宝、辉宝吃饱喝足就睡着了。女明星辉宝很奇特的睡姿，感觉辉宝的墨镜被拉长了。一轮瑞宝、辉宝已经睡着了，乐宝终于起床了。再排一轮看一下乐宝，他还有一根胡萝卜没吃呢。吃胡萝卜的速度倒是很快，乐宝已经把胡萝卜吃完了，在喝水。喝完了水又回到了小饭桌上，在小饭桌上直接又睡着了。瑞宝和辉宝换了一个睡姿，继续睡觉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辉宝在追着圣西姨母，辉宝已经在乖巧的等窝头了。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，和辉宝一起等圣西姨母分配小零食。他们的苹果、胡萝卜还有窝头分量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辉宝会切得小一点。辉宝今天又成功地吃下了窝头，得到了姨母的夸奖。辉宝也很耐心的乖乖等妹妹先吃，等姨母喂自己小零食。给了瑞宝一个大的胡萝卜，辉宝马上就要完成任务，成功消灭一整盘窝头了。最后给了瑞宝一块小苹果，辉宝也要马上吃完最后一块窝头了，也任务完成，和姨母击掌庆祝。圣西姨母马上准备了加餐竹子和竹叶，辉宝默默地扔下了礼物，两个小姐妹立马进入吃竹子状态，开始各自啃竹子。在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瑞宝和辉宝还在吃竹子，突然瑞宝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很惊讶的表情，瞪大了眼睛。原来是他们的爷爷来帮他们清扫场地了。虽然瑞宝的表情很惊讶，但是手里的竹子是一直没停过。辉宝也很可爱，悬在半空的小脚，虽然很惊讶，但是手里的竹子不会放下。这两位好奇的小熊在看爷爷在干什么呢？终于辉宝还是按耐不住好奇，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儿。蒋爷爷只是出来清扫一下场地，把吃过的竹子拿回去，因为辉宝可能会勇闯饲养员室。蒋
爷爷赶紧把门关好。瑞宝已经知道江爷爷要干什么了，所以已经不好奇了，就开始安心吃竹子。这个小熊也太可爱了。它还会歪着头半躺着吃。瑞宝也在看妹妹为什么不吃竹子了。左手拿一个竹子，右手拿一个竹子，吃得很香，边看着妹妹。灰宝还在很执着地等爷爷。这时候，瑞宝会来安慰妹妹。也会让妹妹觉得安心一点，陪着妹妹一起等。很幸运，瑞宝和灰宝遇到了爱宝这样伟大的妈妈。灰宝也很幸运，遇到了很会照顾妹妹的姐姐。那今天就看到这儿了，瑞宝在和我们说再见。那今天就看这儿了。感觉瑞宝、灰宝适应的更好一点，爱宝可能还需要多给他一点时间。那下一期见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拜拜。